4个玩世不恭的小子正在挖掘二战先烈的尸体，然而他们不知自己已经穿越到二战。话说几人可是盗墓老手，他们将陪葬的勋章或者战利品盗出，然后高价盗给军迷，刨着先辈的坟赚着先辈的钱。在他们眼里，打仗跟打游戏没啥区别，就是加个血跑个毒的事。但很快先辈们就给4人上了一课。他们的领头人叫阿尔曼，是历史系的大学生，精通德语的他带领小队赚得盆满钵满。眼睛是个程序员，平日喜欢打枪战游戏，光头看着就勇猛好斗，而且他打架从没输过，还是个内粹主义的崇拜者，身上有个万字纹身，就是所谓的光头党。短毛是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音乐家。这天他们又来挖掘二战先烈的遗骸，在一个被掩埋多年的指挥所里，发现了疑似1名女护士和4名士兵的尸体。阿尔曼还找到了一把手枪以及一个保存完好的保险箱，他们以为要发财了，赶紧买来伏特加喝酒庆祝。酒足饭饱之余，几个更是高兴地将烈士头骨插在木棍上，当作射击的目标。好在阿尔曼及时制止，才没见他这些保家卫国的战士。但他们的喧闹引来了一位老奶奶，老奶奶热情地给他们倒牛奶喝，还以为他们是搜查队，请求帮忙寻找自己的儿子索罗夫。他是一名苏军战士，1942年在附近失踪。他随身带着一个银质烟盒，上面刻着忠于祖国字样。4人敷衍答应。老奶奶临走时还建议他们去旁边的湖里洗个澡。几人没把老人的话当回事，继续喝酒作论。可当阿尔曼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时，他彻底傻眼了。里面的士兵证上贴的竟是他们4人的照片，就连名字都一模一样。难不成他们挖的是自己的坟？4人一致认为是喝了假酒产生幻觉，赶紧跑到老人提到的湖边。紧接着他们一头扎了进去，怎知下一秒，湖面上不断的火光闪烁，子弹也从身边擦过。慌乱的几人好不容易爬上岸，却被一群人当作间谍按在地上，而这群人穿的都是苏军制服。到现在他们还不知，已经穿越到了1942年。苏军经过一番讯问，断定他们不是间谍也不是逃兵，那便就地处决算了。关键时刻，一个士兵将他们的证件送来，正是4人挖掘出来的士兵证，上面清楚写到4人隶属于131团，但是131团在前几天已经全军覆没。旁边老兵听到后立刻替他们开脱，表示4人一定是看到全团牺牲被炸傻了。上尉看士兵证没什么问题，便将几人交给老兵处理。就这样，老兵成了他们的班长，还找来几件干净的军装给他们换上。阿尔曼几人现在一心只想逃，随后他们找到机会就回到来的那片湖里，他们认为从这里来的肯定能从这里回去，结果他们傻乎乎的跳进去，并没有回到未来，最后还被老班长抓了回去。就在几人郁闷之际，送牛奶的老奶奶再次出现，几人二话不说跪在地上，说起曾答应老奶奶帮他找儿子索罗夫，还有他儿子身上有一个银质烟盒。一番话把老奶奶吓跑，4人又跑去问班长关于索罗夫的事情。其实他早在1星期前就去执行任务，但是到现在了无音讯。就在这时，上级突然派发任务，让阿尔曼4人潜入德军阵地。4个现代人竟不知不觉穿越到二战，他们曾经是挖掘苏军先烈的坟，如今却要亲手埋葬这些先烈。在这里，战争让苏军神经紧绷，为了让他们放松下来，4个年轻人为大家展示了未来的流行音乐。在军营的这些日子，他们虽然渐渐地融入大家，可终究不属于这里。然而这4人反复无常的举动再次遭到长官的怀疑，上级下令让他们今晚潜入德军营地，抓几个舌头以证清白。老班长自然是放心不下，4人毕竟是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兵，于是老班长决定跟着一同前往。临走时还将他们的士兵证暂时收放在那个保险箱里。随后在老兵的带领下，5人偷偷潜入德军营地。然而这4个毫无经验的新兵蛋子，连过铁丝网都会制造声响，幸亏老兵及时用手攥住铁丝，才让大家逃过一劫。老班长手上被扎出无数个血孔，此时他也顾不得疼，但最后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在袭击德军长官的时候没有及时堵住他的嘴。惨叫声吸引了德军注意，他们手忙脚乱扛着舌头就跑，但老班长心里知道是逃不过的，他为了大家不被抓住，自己决定留下来抵抗德军，保全这些孩子们。尽管老班长从不相信他们来自未来，但在临死前能听到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苏联，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最后老班长走了，但依旧没能换来撤退的机会。4人被抓，他们被带回德国指挥部。审讯期间，精通历史的阿尔曼不仅准确喊出上校的名字，还将他不曾对人提起过的经历说得一清二楚，就连今后德军的打算都分析得头头是道。上校立刻来了兴致，决定和他单独谈谈。阿尔曼告诉他，斯大林格勒将会是你们一生的痛，苏联会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并一攻到柏林，你们的元首将会在地下室自杀。然而阿尔曼滔滔不绝的叙述并没有引起上校的反感，但当阿尔曼提到法国时，立马激起了上校的愤怒。上校觉得他在胡说八道，并吩咐手下明日将他们处死。阿尔曼等人开始慌了。这4个从未来穿越到二战的士兵，滔滔不绝地向德军上校讲述他的生平经历，就连上校的未来也分析得头头是道。上校自是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神经病，随即让手下把他们关起来，等待明天的处决。
然而被一同关起来的还有另外一名苏军战士，尽管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但依旧没有向敌军透露半点秘密。众人在做自我介绍中得知，这个苏军战士是之前老奶奶的儿子索罗夫，身上还有一个银色烟盒，上面刻着忠于祖国。四人知道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东西，找到他就有希望回到未来。但问题是现在怎么逃出去？索罗夫告诉他们，在自己被关的日子里，他偷偷挖了一个地道，现在他的腿被打断，肯定走不了多远，最终把这个机会留给这4个人。随后在索罗夫的掩护下，4人顺利逃回苏联营地，而索罗夫被德军无情杀害。如今他们有了烟盒，终于能返回未来，但是老班长和索罗夫都为他们而死，这份战友情让大家选择留下来。此时德军马上就要进攻，他们不想再逃了，他们愿意为祖国献出生命。最后距离进攻打响还剩几个小时，士兵们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。短毛弹起了他的流行歌曲。经历这么多，他们总算明白保家卫国4个字的分量，但战争总是无情的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战场上炮火轰鸣，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此打响。尽管4人有了报效祖国的决心，但毫无经验的他们在真情实弹的战场上难免会害怕，他们只能不知所措地跟着大部队往前跑。在德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，苏军伤亡惨重，难以继续推进。突然，一颗子弹击中了苏军上尉的脖子，护士玛丽拽着上尉往掩体里拖。当阿尔曼看见这熟悉的一幕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这个指挥所就是他们在未来挖出遗骸的地方。他大声叫喊着不要去，但是距离太远，爆炸声太大，他们根本听不见。4名士兵抬着受伤的上尉进了指挥所，看着护士和战友在面前死去，阿尔曼深感绝望，他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。在60年后，他们挖出的不是自己的尸体，但那个女性尸体竟是他最心爱的护士玛丽。4人看着身边战友相继倒下，那些曾经他们不以为然的先辈，此刻却正在用血肉为后代铸就美好未来。此时一座碉堡遏制住苏军的进攻，他们不想再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。4个悲愤交加的年轻人怀揣必死的决心冲到碉堡前，成功毁掉火力点。苏军战士也冲破了敌军防线，但是在混战中眼镜不幸中弹，能保住他的办法就是回到未来。几人赶紧抱着眼镜狂奔到湖边，他们纵身一跃，终于回到未来。几人狂喜自己活着回来了，但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光头找起一块石头，硬生生地将万字纹身刮掉。德尔曼回头看向平静的湖面，无数烈士的生命被永远留在那里。亲眼见证历史的4人觉得应该做些什么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开车来到圣彼得堡广场，这里依旧聚集着大量的光头党，昔日战友的血泪留在眼前，而他们这一次知道自己该如何做，是时候给这些无知的人一点教育。